认知水平较高的人往往比世上多数人更富有，而富有之人认知水准也大多高于常人。读书是获取经验与达成共识最划算且高效的办法。常言道，财富是认知的转化成果。若想实现财富自由，就得逐步提高自身认知水平，冲破低认知的限制，向更高的人生层级迈进。提升认知有不少途径，像深入思考、终身学习、加入优秀的社交圈、大量实践并接受试错、阅读书籍、学习心理学、结识优秀人士、进行反思与复盘、面对冲突等。当你发觉他人只能基于自身的认知水平来理解你时，就不会再费力解释自己了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向上发展时，要明白这是决定你和下一代命运走向的关键举动。要是你是家族里第一个觉醒一时的人，那更要做好充分准备，这是一条艰难却极具意义的道路。你身边肯定会有不理解、不支持你的人，但胜者为王的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。洛克菲勒说过，整日劳作的人难以发财，财富是对认知的回馈，而非对勤奋的犒赏。这世上赚钱的方式多种多样，甚至数以万计，但由于每个人认知水平有别，便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。财富不过是认知范围的自然衍生。在普通百姓眼中，只要把地种好，粮食就能多卖钱。农民工觉得多砌一块砖就能多挣一笔，车夫认为多拉一趟课就能多得一份收入，教师觉得多上一堂课就能多些外快，企业家则认为多售出一个产品就能多赚一份利润。有人靠体力赚钱，有人用时间换钱，有人以健康为代价赚钱，有人凭借资源，有人依靠关系，有人依赖知识和经验。一个人的财富多少取决于其认知程度。我们可将赚钱人群分为7个不同层次。其一为思维层，他们对世界的运行规律和社会生存法则洞若观火，善于把握经济发展周期与规律，能从宏观视角思考问题，精准捕捉时代发展趋势。他们有一定规模的原始资产积累，依靠这些生产资料持续投资盈利，其收入通常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。像查理、芒格和巴菲特都是极为出色的投资大师。其二是身份层，做生意是赚钱的快捷途径，企业家们都有着很强的商业头脑和经济意识。中小规模企业主每年收入可达数百万，大型企业的年利润则达数千万。规模越大的企业，越注重公司背景和人才储备，例如招募985高校的毕业生。他们属于社会顶层人士，有钱之后，社会身份和地位自然提升，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。其三为选择层，职场精英如总经理、世界500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、高级律师或者投资顾问等都属于这一层。他们具备优秀的管理水平，能洞悉人性，拥有长远的战略思维。这类人年收入几十万，属于高层人士，也是普通打工者难以企及的上限。有些人兢兢业业工作10年，才得以进入这个阶层。其四是能力层，他们有一技之长，凭借自身擅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赚钱，例如钢琴教师、书法教师、医院专家、写作指导老师、理发师或者高级厨师等。只要精通一门技能，就能在市场站稳脚跟，收入比大多数普通人高，生活幸福指数也更高。这类人月收入一般在2-5万左右，随着经验和行业认知的积累，收入还会逐步提高。其五为情绪层，这主要是公司里的中层管理者，像部门经理、科长、组长或者县长之类的人员，通常管理5到10人，收入和情绪相对稳定，月收入约1万元，属于社会中产阶层。其六是行动层，一线员工靠出卖劳动力和时间换取报酬，每月加班加点，只为多挣些工资，月收入大概在8000到2万之间。他们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，
每月要按时偿还车贷和房贷，被死死地束缚在底层。其七是环境层，这一层次的人主动适应工作环境，多数人月收入不超过8000元，勤奋工作，生活基本满足，很少有精力思考更深层次的思维问题，思维比较固定。思维层级呈金字塔结构，层级越高，收入和财富就越丰厚。广泛阅读的目的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思维，达成知行合一，让思维成为持续的动力。为何那些行业精英平时能克制自己不放纵呢？其实并非都不放纵。据我所知，不少精英运气颇佳，轻松获利，赚得盆满钵满后肆意挥霍。但也确实存在一部分精英自律能力极强，克制本能欲望的能力出众，并非他们不想放纵享受，而是有过尝试。他们发现放纵之时，前期的准备和放纵后的后续影响都会耗费大量时间。比如放纵1小时，前期准备可能占用半天6小时，放纵后的影响也至少持续6小时，两者相加12小时就没了。这些精英不缺钱，不怕花钱，但最怕浪费时间。在他们的观念里，真正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24小时。所以一旦尝试放纵，发现12小时被严重浪费，变成无效时间，内心就会十分厌恶这种损失。相比放纵享受，他们更愿意珍惜24小时的时光。只要愿意行动，赚些小钱并不难。你的特长、资源、兴趣爱好都可能发展成一个小副业，当做一个项目来赚钱。在开始之前，不要去臆测商业模式是否可行，先进行验证。最好的验证方法就是看是否有人为此付费。若有人付费，而且不是熟人，就说明你的价值得到了他人认可。通过实战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，采用精益创业的方式，成本最低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